Good morning，everybody。那么这里是毛怪先生。那么前2天呢，公司在工作流程上有一些修改。通过这个流程的修改呢，我想到了之前一些在跟策划上对接上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这次修改的流程是什么呢？就是在提交 Git 的时候，那么 Git 就是一个类似于服务器的东西吧，你画的所有的这些素材，做的所有的动画都要提交在一个，提交到反正是这上面。我也不是搞程序的，不了解这个东西啊，它可能类似于 SVN，大概可能都是这种东西。如果你在公司工作，可能也接触过这些东西。提交上去，你可能要写一些描述文件。那么我提交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个角色的动作呀。比如说一个战士啊，这个战士叫什么名字？大概写一下。那么我们这次严格要求提交在描述文件里面要写一个叫单号的东西，要写一个叫单号的东西。这个单号有一个严格的格式规定，是这样的，好像是一个括号吧，一个括号里面写，比如说 CS， 它有一个代码 CS， 然后是冒号有几个数字，比如说4768，就是这样一个严格的规定。这个单号呢，可能是由策划分配下来的一些任务。问题就在于公司的这种对接的流程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开始还好，我们在提交任务的时候，那比如说我是 animator， 对吧？我是个动画师 animator。那么我在接任务的时候，我需要上这个表单去接。我们使用的这个软件是钉钉啊，就是那个每天打开一大堆那个红色消息的那个破软件，同时加入了一大堆群，我也不知道哪个群对我来说有用，找个人都找不到，我们用这个钉钉，然后里面有个代办，进入这个代办，然后领取你的任务，提交给我任务的人呢，是我们上面的策划或者说是产品经理，我不太了解他们的这个关系啊，反正都可以给我分配任务。那么我就是一个底层的 animator， 对吧？那么之前还好，之前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你像我是动画师嘛，动画师在输出的时候，我是直接要跟程序对接的伟大的程序员，对吧？程序员怎么写啊？我们要跟程序员对接。那么程序员对接的时候，他需要了解我的这个输出的角色。那比如说我输出一个人物叫 Jack， 叫 Jack。命名呢也有规定，像我们现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磨合，那么要求动画师输出的这个名字不能有大写是不能有的，不能有。然后像这种简单的空格，比如说 A，那不能有大写 ，A B C 空一个格 D， 这样写也不行。那么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动画师直接输出的就是不要大写，那么直接避讳这个问题。那比如说我 Jack 就直接小写 Jack， 然后需要空格的时候下划线 Jack attack，类似于这样来输出，命名都是这样一个规则。那么首先我要知道这个角色的名字，对吧？那比如说他 Jack， 在提交单号之前，他们给我提交的任务，在钉钉上提代办的时候，我去接任务的时候，都是原话提过来的嘛。那么像我前面 animator 前面的这个工作就是原画师提交过来的 PSD 文件，PSD 文件提交给我。他们当然不需要跟程序对接，是由我来跟程序对接。我通过把原画转换成动画，然后输出给程序，所以原画师就不太在意它的命名的问题PSD 的命名，他可能随便起个名，比如说大法师直接起了个中文名字，对吧？大法师或者什么鹿头战士等等就类似于这种吧，鹿头战士。然后我就直接拿到 PSD 文件了。那你说我需要求原画师去改这个名字吗？对不对？那我需要知道的是这个角色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输出一个大法师就给程序员，对不对？所以呢，
部分的时候，我会直接去问那个策划人，就是提交这个大法师需求的这个人。原画师也不可能随便编出一个大法师，他肯定也是按照要求去画这个角色，对吧？那么是由策划提交给他的，策划师，策划他们规定了，然后我就得从 Animator 我去问这个策划，我说，策划大爷，这个大法师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呀？请提交给我。比如是叫大法师叫什么 ？Seed， 比如叫 Seed 啊，瞎起一个名字，比如是叫 Seed， 他告诉我了 Seed， 好了，那我知道了这个 Seed， 然后我们这儿呢还有一个前缀，就是除了这个 Seed， 那比如说它是怪物或者角色，那角色我们比如叫 character 啊，character 是这么写吧 ？character 啊 ，seed。我这个角色，这是我完整的需要知道这个角色的名字啊。我 animator 我必须把这个名字写好 ，character seed， 然后在里面一些命名 character seed attack 啊，什么或者 idol 等等，这是一个严格的命名。那么目前再加一个单号。啊，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流程，但是中间出了很多问题。一个就是 PSD 这一块，原画师完全不会在意这个名字，他不会把名字起成这样的，那么就得要求我每次都去问这个策划，这个就是在流程上增加了很大的交流成本。那我问多了，我就会很烦，对吧？你说你策划起的这个名字，他当然知道这个名字叫什么。那么原画师可能有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名字，就说你先画个大法师，然后策划再去现想这个名字，就导致我这儿经常在命名这儿出现问题。目前提交代办的时候又没有单号，那你要求我在提交 Git 的时候必须要填一个单号 CS 冒号1347，谁知道他们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对吧？1347，然后 character seed， 这是一个完整的单号名字提交的时候，然后策划不提供这个东西，然后就在我这儿每次要输出给程序的时候，我都要去问策划大爷，把单号告诉我吧，然后把这个角色的名字告诉我吧。这个在整个流程上就增加了很大的交流成本非常痛苦。对吧？我不知道大家在游戏公司里面没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说作为一个策划师来讲或者说作为一个制作人来讲，在整个的工作流程上，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注意一下就是说你提交给，其实这是一个严格的流程你提交给原画的时候，你就应该告诉原画师这个名字是什么。如果负责任的原画会直接把 PSD 的文件起成这个名字，顺便他会知道这个单号。就是说，策划在提交给原画这个流程的时候，怎么写来着？策划师在给原画提任务的时候，你就应该提供单号和命名就应该提供单号和命名，而不是说到我这儿我再现问增加这个交流成本。一个我这儿费一道手，第二个你还是要干这个活，对不对？你还是要干这个活，还要告诉我，这个就很烦人。更早的时候待过一个公司，那遇见那个策划可神了。他提的，我们当时要做一个邮箱系统，那你说，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策划你说一个邮箱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让你做一个邮箱，应该是什么样的？邮箱怎么写？是这样吧？好了，那么我们做一个邮箱系统，你打开以后，可能比如说开了一个面板这个面板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比如说收发邮件收取，对吧？或者什么删除等等等等。我问你，这个面板里面具体有什么？或者插的这个面板里具体有什么东西？有几个按钮？是谁来定的？我问你，是谁来定的？是美术定的吗？是美术定的吗 ？Of course not， 对吧？这是策划定的，策划定的。只有你策划告诉我了，这个面板里面有多少东西，有几个图标，有几个按钮，然后它的需求是什么？点完里面的按钮是不是还有子面板？这个是由策划来定的。整体的美术风格
整体的这个什么样子是由美术来定的。但当时在那个公司的时候，是 Happy Elements 更早的一个小的公司啊，那个公司可神了。那个策划给了我们美术的需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写上了邮箱，邮箱画了一个方块啊，画了一个方块，需求是收发邮件，没了啊，就这样一个东西，看到了吗？给我们的这个面板图就是这样，邮箱写了一个收发邮件，这就是当时我遇见过的策划提交过来的这个东西，特别可怕。那么现在回来呢，就是说目前我存在的这个问题，从 Animator 到策划之间的对接问题啊，就是这儿。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大家觉得那无所谓，你就问一下嘛，一个单号，一个名称。但是时间长了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烦人，知道吗？因为你从我这儿来讲，我最终知道我输出的时候一定需要这个单号，一定需要这个名字。但是原画提交过来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烦，很烦人，对吧？但是原画，你说原画有没有义务说把这个东西这个名字确定好，给我的 PS 就是它，就是这个 character 等等等等这个英文名呢？它有没有义务？在这点我不太确定啊，但是至少我觉得在这一步的时候，无论是原画提交给我的时候，还是策划，你至少策划应该主动的把这个东西提交给我，对不对？策划应该主动的把这个东西，即使是越过原画也好，或者你告诉原画，那当然更好，把这个东西告诉我，不要让我每次都去问，因为输出的这个地方是我。对吧？而且你是有义务提交这个东西的，但每次都要我去问，就非常的烦。那么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大概有1周的时候，我就跟原画去刚这件事情。我说，你从策划那儿接到这个东西，那么我需要，因为你提交给我了，我要输出，我需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名称。那个时候我输出一部分场景的名字，叫 building 等等啊 ，building 叉叉叉叉什么什么这么一个命名。我说你告诉我这个 building 到底是什么？这是几级的建筑？那输出的时候尺寸啊，还有一个尺寸，对吧？角色的那些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建筑有一个标准的尺寸，原画提供给我的都是巨大的这个尺寸。那没关系，你无论提供给我多大的这个原画，我要求你告诉我啊，建筑说一下啊，建筑。比如说，这是一个房子啊，一张 PSD 文件。PSD 文件，这是一个房子。那么通过 Animator， 通过我输出成一个程序可以用的，比如说 JSON 文件吧，啊 ，JSON 文件。那我程序肯定不会去给你调这个大小的，关键的大小，要不就是原画去调啊，要不就是他去调。你给我一个1:1的一个大小，我直接输出；要不就我来调，你告诉我一个，比如说13:1的一个大小，缩小13倍，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写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对吧？那原画提供过来，你既不提供单号，也不提供命名，然后也不提供比例。那么我输出的时候，最后就是我去跟程序扯皮，对吧？那我绝对告诉其他的动画师啊，绝对不能你觉得说我调一个差不多13:1或者14:1的一个大小，然后给程序员就好了。这个不是动画师要做的工作，这个是原画要做的工作，对吧？原画即使不提供这2个东西，你比例要提供给我，因为他要把原画，你画一个房子，你要放到大场景里面。放到这个大场景里面，这儿一个房子，这儿一个房子，这儿一个房子，它到底多大？提供给我，这样我才能输出。那么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就去跟这个场景原画师去刚这件事情，说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它的名称到底是什么 building 啊 building 等等等等，然后比例，说你提供给我的 PSD 一定要起成这个名字再发给我。刚了1周，那么这个原画师还可以啊，还能做到提供给我之后，然后说，teacher，这个名称是这个，然后比例是13:1，
然后你照着这个去做就可以了。当然，即使这样去做完，可能也避免不了之后的一些修改。像这种做完了以后放到大场景以后，它即使真的在原画里面放到场景里了，然后在游戏里面可能看着还是有一些微小的区别，还是不太一样，后期可能还会修改，对吧？我们觉得13:1不合适，改成15:1，这个都没关系啊，这个真的没关系，因为你之前你做这个工作了，这个后面属于我们后期的一些修改，这个很正常，而你不能让我去改这个东西，对吧？你要不提供，那我调一个大概，如果我背了这个锅，我调了一个大概我觉得合适的一个比例，那后面所有的锅都是我来背，这个东西不应该动画师来背，而应该原画师来背，就应该他来背，对不对？我是负责动作的。所以这是动画跟原画之间的对接的问题。那么单号和命名是策划要提供过来的，策划你提供原画师也好，提供给我也好，你要提供，而不能空着，不能让我去问。但是呢，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在这种公司已经摸爬滚打，我经历过太多的这种东西了。其实我见过的策划也很多。虽然我现在跟大家去谈这件事情，我也并没有说期望各个公司的策划有改进的地方，这能叫照顾吗？我觉得这不应该叫照顾，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你没有做，对吧？但是呢，在游戏公司里面，动画师又是一个下层，算是一个底层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跟他们谈过几次，但是他们经常会忘，谈多了呢，我觉得容易吵，所以我就不谈了。那现在我还是处于去问，我还是去问，虽然有的时候很烦，但我还是去问，因为在公司里面。存活最重要啊！你要记住，存活最重要。如果这个公司没有这种很好的流程的企业文化的话，不要去过分的要求它，对吧？这是给大家的一种规劝。所以每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不一样。那么目前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调整这个沟通的流程。策划就是不修改啊，它就是不提交，那有什么办法？那我只能去问，对吧？那么。如果还觉得不爽，你就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地方去换另一家公司。但是呢，我目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情况啊，说你觉得不爽，你为什么不离开啊？有很多自身的原因，一个是时间成本呀、沟通成本呀，很多东西要考虑，包括我年龄成本也要考虑，我也不是年轻人了，对吧？那么找个工作也不容易，反正在这个地方把工作做好啊，能存活下去，这是我的。第一需求，这个是第一需求啊，对我来讲，所以呢，我可以用问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有点烦人，但是我自我呢还是尽量秉承着这种对下级负责，就是对我后续工作负责。那所以说，我输出文件给程序的时候，这是我必须做的啊，那必须把命名。给好程序才能去做。那包括我之前在这儿也对接过一些外包，那么说一些对接外包的问题，之前也说过啊，就是比如说我也接过外包，干了2个月，然后改了8个动作的角色，最后挣了1200块钱，那个我之前说过，对吧？那么在我这儿呢，我们公司也发过一些外包，我们是甲方嘛，甲方发给。乙方，那么中间我处于这个对接啊，这是我，对吧？我去跟乙方沟通，来验收他发回来的一些东西。那么在发包之前，我写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文档，就是要求你这个 spine 啊 ，spine 里面的规则尺寸要多少多少多少，然后。输出名称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的文件夹我写的非常细致，我说你要把这个名称，把整个东西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这个文件夹的名字你要起成 character 等等等等，这个就是之前那个名字，对吧？然后里面呢一个 span 原文件，span 原文件，然后一个 images 文件夹 ，images 文件夹，还有输出的 JSON 文件。命名等等全都告诉大家了，所以我在发 PSD 之前那段时间，我在发 PSD 之前一定要跟策划确定好你这个名字是什么，因为你这样前期工作准备的越细致，后面验收就非常的简单。但即使我把这个东西做得这么细，发回来还有一些我想不到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比如说
我发现了有的乙方做的这个东西不符合我们公司要求的这个规则，但发现我并没有把这个规则写到这里面，比如说 A、B、C， 我少了一个 C 没有写，当时没有想到，因为做事不可能万无一失。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让乙方去改吗？我做不到，因为这个需求是我发的，我没有写这个规则，乙方没有按这个规则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来改，听懂了吗？我来改，这是我负的责任，我没有告诉他，那当然就我来改。那么在下一次，比如说 A 包做完了啊，A 包做完了 ，B 包发过去，我把这个规则加进来，我说啊，不好意思啊，乙方大爷，对吧？我们新加了一个规则啊 ，C， 请下次做包的时候按照 C 的规则来做，把这个加进去就可以了。那他之前做的这个包，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也脑子也不好啊，就是 Spine 的版本问题。大家如果用 Spine，你知道这个版本跳跃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版本我是写错了。那他用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的版本，后来我就打不开了，这就让我非常的头疼。你想这么低级的错误是我犯的，我让人家重做吗？那当然不可能，人家都做完了，我只能用那个一些其他的办法，然后把这个文件重新导入。还好啊，不算特别麻烦，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当然不可能让乙方用别的版本再做一遍，因为这个需求是我提的，对不对？那责任就由我来负。是不是？这就是对你自己的工作负责，也对乙方负责。那像策划就是提交，你既然提了这个单号的规则，你策划提的这个单号，那你提交给我，你不告诉我这个单号，那为什么要我去问，对不对？那我又必须需要这个单，这个很烦人啊，非常烦人。行了，那么今天呢，就是通过单号的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一些联想啊，包括之前一些公司的东西。那么下次呢，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之前在那个白先生的公司啊，白先生，他不姓白啊，名字里有一个白字。我对这个策划印象深刻，下次介绍一下白先生这个公司的奇葩游戏。好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如果喜欢毛怪先生，请点一下关注。不用点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会错过毛怪先生新的节目了。好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